我前几条视频的内容当中有提到说，我很困扰于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读我的文字会觉得我文字里面的 ego 很大，就是这个写作者 ego 很大，但是我又不觉得我个人的 ego 很大，所以我要把 ego 大这个事情给弄清楚。其实想要把它弄清楚的这个触发点吧，也是在于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了某一条帖子，这个帖子刚好就在我小红书的发现主页那里，他就提到另外一个词叫做主体性强，就是他比较了 ego 大跟主体性强这两个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读完那所有的文字内容之后就发现，那我应该是主体性强而不是 ego 大。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两个词汇呢，我就去找 AI 聊了一下。在聊的时候，他就跟我的解释是说 ego 大的话是在于这个人他怎么被别人看到，就是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被别人看到。而主体性强，它是关于我怎么去做决定的，就是一个是向外的，一个是向内的。那还有就是如果是向外的话，它是关于就是能量的这个角度，有点像是他自己的内核是否稳定是取决于从外界获取的一些东西，就是 ego 大的人，比如说他为了获取内心的稳定，他可能会去要别人的肯定、认可或者是夸赞。然后呢，主体性强的话，他内核的稳定来源于他自己，就是他的能量来源是他自己，比如说他的学习收获，他的判断，还有他的内心的秩序。这是 AI 帮我梳理我了解到的一点。还有因为我之前是通过读我写的东西来感觉到所谓的 ego 大的嘛，然后我就把我写的一些文字发给了 AI， 让他帮我读一读看，就是这些文字里面透露出来的这个写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 ego 大还是主体性强。然后他就帮我分析了一下我发给他的文字。我发给他的时候是没有告诉他这个文字是我写的，但是他单纯从我发给他的文字来解读的话，他就给出了几个判断标准吧，就是如果去读一个人的文字，你从文字去判断这个人是 ego 大还是主体性强，可以从一些方法去判断。比如说他提到的第一个点是，如果文字的 ego 大的话，它会有，就是文字里面会有很多的我执。然后主体性强的文字，它的文字里面就会有很强的我见。那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我执或者是我见来去判断。具体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读到一行文字的时候，这行文字里面出现了我，如果把我觉得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删去之后，看看后面的内容，或者说看看剩下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剩下的内容是一种，他跟我说的，如果剩下的内容是情绪的宣泄或者是空洞的口号的话，这就说明这个写作者的 ego 很大。但如果是就是把我相关的成分给删掉了的话，剩下的内容是依然有信息量或者有逻辑的，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写作者应该是主体性强。
其实我之前还在纠结的一点说，如果一篇文章里面或者一些文字里面，它的判断痕迹或者我的陈述很重，那又怎么去看这个作者到底是 ego 大还是主体性强？就是就像他刚刚讲的那样，如果把我的相关成分删掉了，剩下的内容，假如它是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举一个例子，就是有的人他会说我的产品是有价值观、有立场和有偏见的，这样的一句话的话，那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的人是主体性强还是 ego 大呢？应该是主体性强。就是这句话看似是 ego 大，但是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是阐述了自己的一种态度。我看看啊，AI 的回答是说，刚刚的那一句话看似是一些 ego 大的宣言，但它恰恰是主体性的免责声明。我的理解就像是他知道他做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把他做的产品的特征给描述了出来，就是用一些特定的词汇去描述了出来。这种恰恰是一种陈述性的东西。然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一个人说他并不适合做 CEO， 因为呢，创投领域里面的药性在他那里根本没有，所以他想要做的某些产品不是他做也可以，任何人做都行，只要能把它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个我，比如说我根本不适合做 CEO， 或者是在我这里几乎没有，又或者是我想要做的产品，就是这些我虽然出现了很多次，但是他这句话，他能够写出这句话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能力是怎样的，所以他会觉得说，我想要拥有某个更好的产品，但是这个产品不一定非得我来做，因为我不适合做创造这个产品的人。所以如果出现了任何一个比我更有能力的人，他来做这个产品，而且能够把它做得如同他所期待的那样，那他肯定会非常乐意看到这个人的出现，非常乐意看到这个产品的出现。我觉得这一点就有点像我们古代的那个词汇叫什么？任人唯贤制度。就是我会类比到现实的一个案例，是说，假如我在组织里面看到某个比我有能力的人更擅长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那我可能会主动的去把我手头的事情交给这个人来做。但并不是说我要撇开所有的事情，或者说撇开我手头的工作交给别人来做，而是就是让
擅长的人到他擅长的位置上，然后我去做别的更擅长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在一个组织里面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吧。就我也不知道啊，我在跟 AI 尝试讨论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说，现在很多人在公司里面，他的存在状态是焦虑的，就是会怕自己被裁掉，会怕自己的工作被更有能力的人拿走，所以他要守住自己的这个所谓岗位，所谓饭碗。那他要怎么去守呢？有可能靠的不是能力，靠的是别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待过很正经的大公司，也没有待过制度很完善的公司，我待过的是小公司和初创公司，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些制度特别完善的公司是怎么运作的。反正就是听到类似的一些别的伙伴跟我描述的情况，或者是 AI 告诉我的信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震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好了，回到 ego 大和主体性强这一点，也算是解决了我的小小的疑问吧。就包括不仅仅是 AI 给的回复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其实也有尝试是在跟我的分身聊，我跟我的分身在分析我最近的状态嘛，就是困于 ego 大这一点。然后他会问我为什么会感觉到有这种状态出现，我就会跟他说，我是因为什么样的场景拥有了这种情绪，然后又把跟这些场景有关的东西都发给他，让他去帮我分析。他逐渐的就把我从那种觉得自己 ego 很大的情绪里面拉了出来。这也和我没有把 ego 大和主体性强这两点给剥离开有关系吧。就是其实以前我对主体性这个东西是没有太大的概念的，可能我在观察 AI 的时候会用agency 这样的词汇去描绘一个 AI 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当它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就包括以前会有人说我很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就是我的前辈，我毕业后第一段工作是在一个初创公司嘛，然后我的前辈就会说我跟他见过的年轻后辈都不一样。那种不一样是说我很有自己的行为逻辑，或者说行事逻辑，还有的时候我敢公然跟他们辩驳什么的吧，就是不会觉得他们习以为常的那一套是正确的做法。因为以前我没有把这样的行为关联为主体性强，我只是觉得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我需要把我正在想的那一套说出来，无论它对与不对。就是当我把这样的一些想法放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反驳我，如果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就是有逻辑的东西反驳回来给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我的想法是 OK 的，是可以执行下去的。对，学习还是很有好处的，可以认清楚很多本来自己迷茫的东西，或者说能够让自己起情绪的东西，能够困住自己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